一只体长接近半米的巨型壁虎突然出现在你家天花板上，你敢不敢靠近它？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一只巨型壁虎就闯进了香港的一间男生宿舍里，把第一个看见自己的男生吓得声音都变了。任谁看了这东西，趴在自家房梁上都不会淡定。不过此时你要是一棍子把它打死打伤了，那可就要惹麻烦了。这只壁虎到底有什么不得了的身份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闯进男生宿舍的壁虎学名就叫大壁虎，是壁虎科壁虎属的爬行动物，手工是它的俗名，可介是它作为药材的名字。不管叫啥，这种动物的突出特点就是大，体长可达30厘米以上。不光体型大，大壁虎还是个大头，头长大于尾长。大壁虎背腹面略扁，头是个扁平三角形，它属于有鳞爬行动物。如果你壮着胆子摸摸它，就会发现它皮肤粗糙，全身密生粒状细鳞。它的颜色比较多样，体色有深灰色、灰蓝色、青黑色等。整个身体花纹有比较素净的，也有花里胡哨的。头、背部有深灰、蓝褐等颜色的横条纹，全身散布灰白色、砖红色、紫灰色、橘黄色斑点，尾部有白色环纹。多彩的颜色让它们备受爱好者追捧。大壁虎生存环境多样，能吃苦也能享福，能委身于山岩或荒野的岩石缝隙、石洞或树洞之内，也有能大摇大摆地闯进人类的家里。它是个夜猫子，多在夜间活动，还有冬眠的习惯，主要以活动的昆虫为食物，嘴比较挑剔，不吃死的昆虫。大壁虎是卵生动物，每次产卵2枚，卵为白色，比鸽子蛋略小，呈圆形，可以就近粘附在岩洞的墙壁或岩石面上。卵的孵化期为35到45天，这期间大壁虎夫妇会守卫自己的卵，可是不要太过高估大壁虎的嗜毒情深，在卵孵化的过程中，难以忍受饥饿的大壁虎很有可能吃掉自己的卵。大壁虎分布还算广泛，主要分布于西起孟加拉，东至中南半岛各国，南到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的地带，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福建及云南。壁虎断掉的尾巴还会一直乱动，难道真的会钻进耳朵吗？古人把壁虎叫做手工，真能炼制成检验女子贞洁的手工砂吗？小时候家里长辈总是说壁虎打不得，因为一打它的尾巴就会断，而断掉的尾巴是活的，会钻到人的耳朵里。再说说常提到的断尾自长，大壁虎的尾巴很容易断，这是因为它的尾椎骨中仅有一个光滑的关节面连接前后骨骼，再加上此处的肌肉、皮肤、鳞片都比较松懈，所以在遭受攻击时，它可以通过剧烈摆动身体割断自己的尾巴。当尾巴掉地之后，其中的肌肉和神经并不会立刻死去，所以断尾就会疯狂扭动，以吸引天敌的注意力。它的尾巴断了，确实可以再长，伤口会很快愈合，生长出新的尾巴。但是壁虎的尾巴是储存能量的器官，失去原生的尾巴还是会让它们元气大伤，新长出来的尾巴会变得又短又粗，远不如原生的好看，会让壁虎在婚恋市场上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初步了解了这种动物，相信你和我一样已经按耐不住对传说中的手工的兴致，那就来讲讲为何壁虎被叫做手工吧。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壁虎被叫做手工是源于手工砂，其实不然。其实古代称房屋为工，而总是寄居屋内抓虫子的壁虎就被称为手工，取的是留守宫内的意思。手工与手工砂又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呢？如《神雕侠侣》小龙女手臂上的朱砂印记一样，传说中手工砂是一种鉴定女子贞洁的用品。大致制作过程是用朱砂喂养壁虎，壁虎长成全身红色，再将壁虎碾碎走成染料。未经人事的少女将这种染料点在手臂上，只有与男子交合，印记才会褪去。于是乎，守护了女童的子宫，故被称作手工砂。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且不说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，对生物有极高毒性，不可能用于喂养壁虎。单是点在胳膊上的色点可以受到身体内部变化的影响，可能性就极低。用朱砂喂养壁虎，等它全身变红之后拿去炼制，就能得到可以验证女子是否失身的手工砂。懂科学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假的，因为朱砂有毒，壁虎更不会因为吃了朱砂而变色。那手工砂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？目前没有统一说法，据我推测可能在胳膊上点一个小红点受少女追捧，而少女成为少妇后不再追求这种时尚故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
还有可能是有女子以点红痣向心爱的男子表明心志，可是天长日久，尾草一折，一旦变心，他就不再好意思点上红痣，于是这红痣成了手工不成的遗憾，深入人心。手工杀深入人心了，再加上壁虎原本就有着手工之名，还愁大作家的笔把它们捏不到一起吗？可是，在古代都手工了，那说明壁虎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如今它又是为什么会沦落到被保护的境地呢？说起来，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，大壁虎的评级是无危。这个评级意味着目前不一定马上灭绝，但是如果不严格控制人类交易，就可能灭绝。可是近年来，由于壁虎的美丽外表和其中药价值，贩卖猎捕壁虎的行为屡禁不绝。大壁虎在2019年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，拟被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和大熊猫、丹顶鹤评级。虽然我胆子小，理解不了收藏大壁虎的行为，但是我可以从中医药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壁虎在交易市场受追捧，终于导致被保护下场的原因。大壁虎是学名，药材名是我们常听说的蛤蚧，具有补肺益脾、纳气定喘、助阳益精、免疫增强、抗炎的功效。于是有人干起了非法运输、出售珍贵濒危的大壁虎的勾当。曾经有广西一男子因贩卖1000只野生大壁虎获刑10年，殊不知药材这种东西追求野生的意义并不大。要知道，药材里起作用的原因是各类化学物质以有效配比存在，而野生与养殖动物身体中物质含量没有太大差别。已经有研究表明，养殖的大壁虎药用价值和野生的并没有区别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味蛤蚧入药，请记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抵制野生大壁虎，使用养殖大壁虎，既治好了病，又为保护野生动物贡献了力量。相信我们的积善行德会让病痛远离，幸福常驻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